太后，小的马上去通报。不必，哀家倒是要看看，今日皇上归朝，哀家这个好儿子还有脸在家安睡？太后，小心凤体。拜见太后。哪来的野丫头？衣冠不整，鬼鬼祟祟的，在豫章王府做什么？春宵苦短，醒酒作乐。不然，母后以为做什么？你，太后，太后，恭迎皇后回宫。看我这个，看吧。双林，你带我出宫来，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啊，苍苍，就是你。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哎，没什么，我就是看你闷闷不乐的，那想带你过来放纸鸢。苍苍，看你一直不太开心，发生什么了？我想到了父亲，林太傅。自从我们从江州回来，遇到罗显血之后，你就一直怪怪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直到今天，我才把所有的事情串起来。原来这一切背后的始作俑者，竟然是先皇，始终都没有跟我说过父亲这一切的所作所为。我想，他是想保护我，怕我承受不住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从小那么疼我、那么护我的父亲，是什么时候变的？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？苍苍，太傅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他肯定是爱你的。这爱里到底有几分真心，有几分利用，
我已经分不清了。他笃定萧焕会用双梅子来救我，如果我能顺利怀有身孕，他便可以扶持幼子登上皇位。那这现下要如何呀？太傅既然动了这心思，皇上打算如何处置他？你夹在他们俩中间，该怎么是好啊？萧焕是大齐的明君，是百姓的好皇上。为保大齐，你慢点。社稷安稳，百姓康乐，我定要和萧焕站在一起，并肩同行。至于父亲，我只希望他还能回头，但我还没想好该怎么面对他。苍苍，会的，太傅一定会的。不如，咱们去放纸鸢吧，别想了，就当是把这些烦恼愁苦像纸鸢一样都放掉，好不好？走，走。小口快啊！是啊，当心点啊！等等我。你看，快叫过来！别老高。今日想与众卿商议一下江州废除减籍制一事。除此之外，各地进行临时集中处理减籍制，从而逐步废除。诸位爱卿，可有什么异议？皇上，臣以为这临时减籍制虽能解决一时之忧，却恐带起不良之风，还望皇上三思啊！何种不良之风啊？这……皇上，幸大人之意，留名本因减籍征税问题所生，若集中缉处，恐怕会引起税制问题，所以不能这样下去了。既然提到税制，朕也有所考虑。这税制已是先皇时所定，是否应该因时改进了？皇上，这税制已经沿用数十年，它总归有它的合理之处，不能说改就改了吧？老夫认为皇上所言不无道理。李大人所言极是，臣弟也支持皇兄的提议。豫章王有何高见？正如皇兄和林太傅所言，税制确实有数十年未曾改过，但如今我们大齐的发展也从未停下。微臣以为，恰可以从打破陈规、更改税制开始。豫章王所见与朕略同。当下所用的税制征收多样性，引发了官员频频舞弊。朕也想过，是否要将现在的征收种类化繁为简，按亩定收。当然了，现在这一切都在商讨的过程中。众卿如果有任何的想法，都可以上奏于朕。既然众卿都没有什么想说的，那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
无事挂孝，咱们英明神武的皇上，这又是在打臣弟什么坏主意啊？朕只不过觉得豫章王今日的表现非常亮眼，想想，确实好久没有跟豫章王好好的说说话了。你尽管得了便宜卖乖吧。那你觉得朕的想法如何？征税政策若真能简化，各地官员难以作弊，财政收入应增不减。最为关键的是，百姓的纳税负担必有所轻。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法子。不过，减级问题，治标不治本。慢慢来吧，要更正，总要花些时间嘛。听说你停了皇后的避子汤。这你也知道？此事母后对你的上心程度，可是远胜于我。朕听闻，太后一直急着给你物色王妃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朕帮你选几个？我真后悔，多管闲事去救你。看，朕赢了。娘娘，这水灵灵的梨还能烤着吃？是啊，这是我娘独创的吃法。小时候，我还记着，我经常跟师傅还有爹爹。太傅也会烤梨？老夫也是许久未考了。爹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快坐。娘娘坐。哎呀，嘿嘿嘿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烤梨，只有水泉村的金叶梨才是最好的。它汁水充沛，好了以后呢，再抹上一些你最爱的梨花蜜。哎呦，当时啊，你可喜欢吃了。罗大哥是爹从小带大的义子，爹都不放过。敢问爹，要如何处置我这个宝贝女儿呢？杀了我吗？爹怎么舍得？皇后娘娘只是回府悼念王母，伤心过度，身染重疾，在府中多待些时日罢了。爹以为皇上可以放过你？有娘娘在我手上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你选他，不就是因为他在你的心中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吗？可他也伤你、骗你，还杀了你最爱的师父，现在又要杀你的父亲。难道你真的要跟他站在一起吗？
自始至终，我从未想过要杀了你。太傅以为除掉一个罗显血，便可以抹掉自己与灵璧教的勾结和欺君弑君的罪证吗？太傅的罪证，朕掌握的太多了。太傅，可曾记得您曾经教过朕一招棋？以蝎入阵，破空打散。你是以罗显血为蝎子，用它来麻痹老夫的棋子。没错。罗显血知道你曾经要毒害苍苍，一定会去查明真相，但你绝对不会留下一颗不受控制的棋子，所以，朕故意把它给放了。在你集中力量清理门户的时候，朕便可以趁势收想收得完，偷制兵器，私吞粮食，把持物价，操控情报。太傅两朝元老，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，想要一举歼灭，实属不易啊！太傅，朕为了这一天，可是筹划了太多年了。既然如此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朕说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了你。朕会保你一命，保下凌氏一族。朕不允许朕的皇后有一个谋反的父亲，谋逆的家族。为师是怎么教你的？斩草要除根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今日你放过我，或许就是你最大的败兆。太傅，好自为之吧。走，苍苍。苍苍。太傅大人，我等未能除掉显血少爷，请大人责罚。哎呀，他已经不是昔日的罗显血了。他有话让我转达太傅大人。说。他说。回去告诉义父，他对我有救命养育之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苍苍的父亲，害他，便是害苍苍。这种事，我罗显血绝不会做。
哎呀，没想到老夫算尽人心，到最后却被他给上了一课。是啊，世人都难逃情爱二字。有情便有了软肋。吸仔细一些，有味道。国师是大齐最圣洁冰清的，怎么会有味道呢？国师，真是没想到，有朝一日，老夫也能喝到国师亲自泡的香茶。我也没想到，有朝一日你会赶来见我。我可没有忘记，当初是谁逼死的我娘。形势所迫，现国师以身殉教，非一人可为之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好，那么时至今日，国师是不是还觉得一生一世都效忠皇上一个人呢？你是何意？这里有一封信，是老夫替皇室保守了10几年的秘密，国师可以看看。一个人看，等你看完了，再好好想想老夫方才说过的话。哎呀，真香啊！这绝顶的茉莉香片呐，闻着确实是清香高洁，一入口很是猛烈，不似闻着这般无欲无求。国师可知你是先皇之女？芸芸众生皆困于爱恨，吾虽身为国师，亦难逃之。但只愿吾的孩儿能逃过一劫，平安长大。吾儿却为皇室血脉，吾以性命相争。这学术所言，可非真？
天地难容。顾氏，你不胜酒力，不要再喝了。可他说，他是他最好的所得。原来我什么都不是啊！顾氏，你真的喝醉了，我扶你回去休息。哎，顾氏，小时候也有特别难过的时候，觉得活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。我躲了好久好久。后来，他就出现了，牵着我的手，让我不要害怕。你是我这一辈子的光，我一辈子都在为你而活。曾经我想找你问一问，你当年到底是真的想救我，还是只把我当做棋子？是想要我觉得那是我欠你的，可是我真的欠你吗？我真的欠你吗？小花，我真的欠你吗？顾氏，顾氏，你真的喝醉了。顾氏，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，因为让我娘不洁的人，有一个她至死不能说至高无上的身份。他们都说我娘淫乱，辜负了先帝的信任。我娘被绑在木桩上，活活被火烧死。可她到底辜负了谁啊？我娘写下了血书，那时候先帝有后，所有的人都想要她的命。他就只好写下这封血书，来证明我的身份，希望能够保我平安长大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我的身世被瞒了下来。是你们
毁了我娘，毁了我，还让我们有口难言。好一个皇家呀！你们好大的威严啊！顾氏，你真的不能再说了。所以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装好人？到底为什么要骗我10几年，让我要倾其所有，用我的一切来还你？我也是公主，你拥有的，我也配拥有。你说话，小花，你说话呀！你能不能进来说一句话呀？顾氏，你到底要我说什么？没错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们都回不去了。除了恨你，我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。小花，沙漠之仇，我要你们萧家来还。